在中国北方的部分城市，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来自朝鲜，没有正式的身份，也没有合法的工作，只能在街头通过低价的站街勉强维持生活。如果有人打算帮助他们，提出带他们回到朝鲜的话，这些女人会瞬间崩溃，撒腿就跑，绝不停留。似乎相较于因为站街被中国的警方逮捕，他们更害怕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个群体就是脱北者。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脱北者又叫逃北者、脱北民，指的是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达其他国家的朝鲜国民。原本这个词专指从朝鲜离开到韩国的人，但是现在脱北者已经开始泛指所有透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的人。作为一个千方百计要逃离国家的群体，脱北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群人了。为了穿越图们江，他们必须要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根据朝鲜的法律，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朝鲜是犯法的。自从朝鲜从90年代中期发生饥荒之后，脱北者的数量已经达到惊人的10万。在金正恩2011年掌权后，脱北者人数比以往下降许多。这并不是因为政策使得这些想要逃离祖国的人改变主意，而是单纯因为朝鲜在边境加强了管制，导致那些协助朝鲜人出逃的中间人也开始涨价。一般来说，这些脱北者去韩国寻求庇护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在朝鲜和韩国之间存在一条分隔带，有军人把守，地雷密布，直接徒步去韩国几乎等于主动找死。所以许多脱北者就会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改变方向前往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这些没有身份的群体和传统意义上的偷渡客没有区别，因此一旦他们被抓捕，就会按照国际规则遣返回朝鲜。而对于朝鲜来说，脱北者则是背叛国家的叛徒，必须要面对监禁的下场。也正因为这种两难的局面，所以对于脱北者来说，他们宁愿在中国出卖身体，毫无尊严地活下去，也坚决不愿意回到祖国。接下来，读者给大家分享一个脱北者的真实故事。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这个人的经历，我们也能更好了解这个群体的现状。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美华。美华逃出朝鲜时才22岁，她在90年代朝鲜大饥荒末期出生，是新一代的朝鲜人。随着朝鲜地下市场变得活跃，以美华为代表的新朝鲜人开始逐渐接触到化妆品、名牌衣服的仿制品、DVD 以及一些外国电影。在朝鲜，枪版的电影流通是违法的，民众每天只能观看被限制的影片。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新朝鲜人接触了外界的资讯，特别是从中国走私到朝鲜电影，这些人逐渐窥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离开朝鲜的冲动也就更强烈了。美华也是因此才萌生了脱北的念头。他面对记者的时候曾经这样表示过，自己很喜欢中国电影，他以为中国男人都像电影中那样，而他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一个中国男人。所以他才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想要离开朝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申请护照就能前往世界各国不同。在朝鲜，普通人想要出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美华的家庭在朝鲜还算是显赫，他的父亲是前军人兼党员。或许正因如此，家庭对美华的教育十分严格，所有的大事小情必须由家中安排，稍不服从就是一顿暴打。美华原本想做医生，但她父亲不同意，再加上对外国生活的向往，美华便彻底落实了脱北的念头。多年来，她尝试找中间人协助她躲开边境管制，渡过图们江。但由于她的家庭与政府关系密切，许多中间人都很紧张，担心她是钓鱼，自然没人愿意帮忙。经过4年的时间，她才终于找到人帮助。正如许多脱北者一样，美华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这笔偷渡费用，而中间人则表示他可以离开朝鲜后在中国工作还债。美华如愿以偿地来到中国，但是她被骗了。美华被卖到一个风俗场所中，被迫开始出卖身体，苟延残喘。美华的经历基本上就是女性脱北者的一个缩影。吉林的延吉，这里和朝鲜的边境只有1步之遥，有许多朝鲜裔的人在这儿居住。延吉既是与朝鲜贸易频繁的地区，也是许多脱北者躲藏的地方。根据2020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女性脱北者的数量占据这个群体的65%以上。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又没法回到朝鲜，所以
他们特别容易被同样来自朝鲜的中间人剥削。大部分的女性脱北者最终的下场，要么是被当成新娘卖到农村，要么是沦为站街女，还有少部分则是成为了网络博主。没错，就是博主。不过此博主非彼博主，而是那种直播内容比较特殊的，读者就不说的太详细了。如果实在不懂的，可以搜索一下六间房事件。这些特殊直播的受众群体大多数都是韩国人，毕竟两个国家用的是一个语言体系，而直播方式呢当然是收费了。不过根据读者了解，这些直播大多数都是以分钟收费的，所以这些女主播就必须想办法保持用户的关注度，用户看的时间越长，他们才能拿到应得的收入。如果这些女脱北者打算逃跑或者抗拒的话，背后的组织者甚至都不需要打骂，只需要轻飘飘一句送回朝鲜，就能立马让他们乖乖就范。大部分的女脱北者也会安慰自己，自己虽然在做最讨厌的工作，但既然已经冒着危险来到了外国，绝对不能空手而归。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人为了朝鲜家人，也会咬牙继续做下去，赚到的钱则会被寄回国内。这些女脱北者一般会被限制外出，大多数只有半年才能出门一次。不过有时候赚多了，每个月都去透透风也不是不行。在这个难得的放松时间内，她可以购物、弄头发，但是绝对不能和任何人聊天。不难看出，这些脱北者虽然达到自己的目的，离开了国家，但是在国外，他们的生活也和底层人一样，甚至不如一名普通的穷人。如果要强行找个差不多的群体，读者倒是觉得他们的遭遇和囚犯差不多，所以在延吉自然而然就有了许多想要帮他们逃出苦海的人。这些帮助脱北者的人在中国一般不会受到什么争议，毕竟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脱北者是否存在的意义不大。但是在朝鲜，官方媒体却经常攻击这些人，甚至将其直接称为绑匪或者骗子。根据这些人的说法，现如今贩卖女脱北者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上的主要成员是驻扎在边境的朝鲜士兵，士兵会和中间人商量，根据样貌家庭将女脱北者打上不同的标签进行贩卖，价格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联合国也指出，朝鲜人口贩卖问题相当严重，甚至成为世界上人口贩卖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而想要解救这些脱北者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因为大部分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他们总是被蒙着双眼，或是在晚上被带走。就算找到了解救目标，怎么安置这些人也是个问题。读者之前说了，脱北者在中国等同于偷渡客，朝鲜更不用提，他们宁愿变成站街女，也不愿意回去，自然而然的前往第三国家或者去韩国，就成了仅剩下的出路。在90年代，脱北者可以带着假身份证，但现在韩国的执法人员有电子器材，立即就能辨别身份证明文件的真伪。不过一些幸运儿最终还是可以通过交流的方式前往韩国，他们会先接受韩国情报部门严格的审查，确保不是间谍，然后花3个月的时间在统一的安置中心逗留3个月，学习一些在韩国生活的技能，包括如何购买、如何使用智能电话、接受工作培训等等。他们也会接受辅导，然后正式成为韩国公民。当然，这只是少部分幸运的脱北者的结局，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还是会在异国他乡继续以出卖肉体的方式生活下去。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